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好，接下来呢，要马上来邀请到我们最棒的嘉宾郭正亮老师，来欢迎老师。老师今天很开心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好多的国际议题要来讨论。不是因为有布丁。休蛋瓦姐哈，我们现在讲一下今天有什么。来，今天呢，其实因为这个4月9号、4月10号，基本上在穆斯林来说，他们是一个开斋节。那这个节日过后，大家比较担心，今天最后一天了。对啦啊，但是问题是大家担心的是，过了这个开斋节之后啊，有没有可能这个战事会发生啊？原因是因为现在看到了，在伊朗、中东这边，开始有一些调度，好像呢很多的武器进到了叙利亚。那以色列这边呢，其实好像也蓄势待发，那个防御武器通通岸基、陆基全部都来。那怎么办呢？这接下来中东其实会不会更混乱？今天请老师来说。另一个则是什么？是同一时间，与此同时，美日菲要在美国这边见面。那因为菲律宾现在传出杜特地好像跟中国有密约，然后呢，菲律宾防长港公北塞贡不能说，到底什么是不能说的秘密？今天也要请老师好来帮我们讲，然后我们就要赶紧来吃布丁啦！来哦，请走走，どうぞよろしく。来，今天这个布丁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叫做昭和布丁。我还特别去查一下什么叫昭和布丁，后来我才知道了，原来那个时期的布丁呢，它是比较硬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吃的布丁比较软软的那一种，它是后来改良版的。这个叫银波吧？是叫银波，但是他们卖的这种布丁叫做昭和布丁，就是日本时代就有了。昭和时期那个时候流行的布丁，那我们这一次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刚刚我们的亮哥一看到他就知道说改了没，他说80年比我年纪还要来大，因为那个时候的布丁比较实料啦，所以做的比较硬，对，所以你假料因为我吃过，你吃了肚子会饱，这个我们一般豆腐也分成好几种豆腐，对，嫩豆腐，对，你吃了就没什么感觉嘛，那如果是古老那种豆腐，传统豆腐，就实实在在那种豆腐，就比较实料，是，所以这个吃了是会有点饱足感的感觉，饱足感之外呢，也因为像刚刚亮哥讲的它就是特别的实在，那基本上呢，它也是很单纯的日本的手工烤布丁，这一家是台南的名店，对。80年的名店是80年的名店，一直强调就是因为以前那一家，都要提到我问讲这部车派去，爱跟恰恰哈，确实啦哈，这个呢基本上保存，我们在运送的过程，大家绝对不用担心。而另一点是说呢，它采用的是国产的鸡蛋，然后还有高规格的纽西兰乳源，然后一般的原物料。做布丁的啦，它可能会加一些其他东西，但我们这个因为很实在，所以采用的原布料是一般的2倍。那你看我们这个布丁这样卡对我一些准，你看嫩的一些准，它就会整个垮掉。对，会垮掉。这个其实不会，完全不会。我刚刚看到我同事这样倒下来，就很顺，然后就一个。上面这个呢是焦糖，它奶香味是非常浓郁的，然后焦糖味也调的。对，焦糖也调得刚刚好。它有好几种口味。对，你真的很厉害。它有芋头的。是，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好几种口味。今天推荐的是这个综合限定组合啦，来8入组里面呢，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是金钻顶级布丁，也就是说这个比较硬的这种布丁，还有焦糖鸡蛋布丁，这个就一般我们现在市面上常常在吃到比较软一点点的布丁。另外还有奶酪，有包括了原味可可、芋头，还有芝麻，4种不同的口味。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一次庆祝我们的新网站开始，所以呢，我们不管你是输入什么几块，不管你的账单多少钱，一个购物的这个网啦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专属折扣码30购，那就再折30块钱，每一笔都可以折30块钱。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盒组呢基本上520，那你减掉30块，跟现场买会差不多钱。但问题是来了，重点2盒组，我是蛮推荐的，因为2个加起来呢大概16盒，然后你有很多种不同口味可以尝试，可以跟朋友一起分。重点是你这样算下来每一盒也就是这样子1颗布丁，会比现场便宜将近10块钱。手被砸扣，比你到店里面买还要便宜，所以我真的推荐大家这个一定要团购，好不好？我觉得团购力量大，重点是那样子比现场买的还便宜，省的很多，还不用运费，这样有没有很划算？绝对有啊，对不对？好，因为呢，我们其他的吃法有人推荐什么？我们有同事试过那个酪梨布丁牛奶。
也有人试过木瓜布丁牛奶，或者直接打成布丁牛奶，因为它的原料很纯，然后只有鸡蛋，然后跟这个焦糖啊，还有其他的这些佐料而已，所以呢是非常单纯的，小朋友吃也很 OK。在这边要推荐给大家，这个是台南府城80年老店。哎，讲起安平的弄个杯子，应该请燕莹的女儿来当模特儿。是，哎，那可以那个直接送我一盒，没有啦，我们会自己买了哈，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是，哎，真的哎，我每次都自己买，像那个鸡汤，我也是自己买了好几袋，因为太方便了。那我们自己呢，就是吃过之后觉得好吃的、觉得好用的，我们就会比较真诚一点推荐这样子哈。也希望大家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试试看。2年了，鸡汤你买2年了，所以我是跟着蓝心湄一起长大的。兰姐听到这个不知道感觉会怎么样？而且我都是买最大的那一组组合。哦，因为那个真的，哎，你家应该是有大的冷冻库哈。我都是买5000多的那个。感谢亮哥，好，今天这个也是亮哥真情推荐，因为他已经完食了。你看他速度有没有很快？你给他们当坑了吼，会派给啦。我在想你那个会不会放太久？没啦，啊，你继续讲啊，我继续讲。为什么？来，我要先来讲一下这个话题哈。来，现在进入正题。亮哥，你可以先休息一下，我先进入正题。来，今天以色列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以色列现在的状况是有点跳脚了，原因是在联合国这边，有人突袭他，也不是啦，其实大家已经讲很久了，但现在真的有人再一次的这么做，让巴勒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成正式的会员。大家观察的是美国态度，当然美国基本上他还是认为这跟他原本讲的那个2国方案等等等，要以色列同意，要巴勒斯坦同意，要大家同意不一样所以美国好像还是揪毒，然后踌躇在那边。但不管怎么说啦，现在呢，拜登已经直接讲说，你再打下去不对。那以色列呢这边内塔尼亚胡则是要硬冲，可是硬冲的那个当下，大家在想他的筹码在哪里？会不会其实就是因为他现在美国这边一直拉着他要把美国给卷进去，因为他直接去炸了伊朗的领事馆之后，现在伊朗呢已经蓄势待发了，看到把这个移动的飞弹发射车也运到了叙利亚里面，飞弹上百枚也运到了叙利亚里面，然后部队呢也开始在整军，慢慢的在移动，而且这一路走过去，刚刚好都是朋友，没有人会挡他，走得很顺。以色列这边呢，他怎么做呢？他把他的那个铁穹很厉害的铁穹，现在本来是陆基拦截率90%几的，移到海上，表示说呢，它拦截守备的范围会更广。要请教亮哥，因为在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上已经开始反映了金价、油价，昨天金价触历史高点嘛，2353.79，不是因为这个啦，那市场上面是因为美元到顶了啦。美元到顶了，那 OK。那油价呢？油价站上90块钱，油价比较明显啦。油价站上90块钱，大家很担心会不会像之前又一直在往上冲？如果这个局势再下去的话，那对于全球的经济都是一大噩耗。你怎么样来看后续的发展？不，因为伊朗是叙利亚大使馆被炸嘛，那死了7个人啊，那里面有2位都是圣城旅的指挥官啦。是，那我也看到伊朗在帮他们办国葬，对，那个场面非常浩大。跟苏莱曼尼有拼了因为那个指挥官地位跟声望在伊朗仅次于苏莱曼尼，那结果被炸死，而且这个是违反国际法，你怎么可以炸大使馆呢？对，而且是蓄意去炸，因为你用 F-35去炸，所以你这个责任是逃不掉的啦，所以伊朗就扬言说，你以色列，你的首都啦，还有你的28个使馆，你就给我小心，那本来伊朗讲的就48小时，现在48小时已经过了，对，所以等于是 anytime、any place 都有可能发生那以色列也很紧张了，所以特拉维夫关掉 GPS， 对，那造成它的交通大混乱这样可是这个就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啦，因为如果 GPS 关掉，那无人机要攻击就会比较难，可是导弹你还是没办法，那伊朗当然各种弹都有了，他也不一定要到叙利亚边境打，他也可以从伊朗本土打，因为他的导弹最远可以打到2000公里，都打得到，他们有说啦，他说他们有9种飞弹都打得到以色列那目前大家就是在等，不知道这个冲突规模会有多大。那如果只是飞弹的报复是。我认为美国不会介入，因为美国真的认为
这个以色列做的太过了，你觉得会让他给人家打一打？对，不，这个叫做同比例报复，因为你打我嘛，那美国第一时间的声明你就看得出来，他说，不是我干的哦，你不要打我哦，跟我没关系，事前没告诉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副就是说你如果做同比例的报复，大概就算了。是。可是现在是担心什么呢？我认为纳坦雅胡去打伊朗的叙利亚大使馆是故意的，因为目前事实上美国已经有人对纳坦雅胡非常不满，对，就是说美国可以支持以色列，可是没有理由要继续让纳坦雅胡这样胡搞嘛，所以要发动改组内阁啊，那纳坦雅胡的政府是脆弱多数，对，所以美国已经找了他的战争内阁的另外一位人啊，叫做 Benny Gantz 啊，就是要扶他上来了。所以纳坦雅胡大概也知道自己的危机哈，所以他就有意要故意把战争扩大。所以他现在期待什么呢？他去炸伊朗，他就要激怒你啊。那如果你那个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是圣城旅的什叶派民兵忍耐不住冲进来哈，那等于是冲到以色列北部嘛，那就会打成一团。如果发生这个事情，美国就会不得不介入。那纳坦雅胡就按了，你知道吧？那所以你看纳坦雅胡他不是从那个加沙的那个南加沙最大的城市嘛，那个 Khan Yunis，从那边撤军嘛，是大概撤了7000人，他就是要是回防以色列北部嘛，那这个可能也意味着他拉法可能不一定会打了。因为拉法现在4月9号斋戒月结束，他本来扬言要打嘛，对，可是目前这件事，因为那边挤了140万人，你打了就是超级大悲剧了啊。那本来要协商说你埃及要不要打开边境，埃及拒绝嘛，所以那些人变成没地方去啊，那光是住在难民营的人就超过100万人，所以你这个打起来一定会死伤无数了。所以目前连佩洛西都提一个案，说要美国不要提供武器。对，不过我认为这是做样做态啦。因为联署没有超过40个人，而且英国他们继续在讲啊，他说他还是会给啊。不，所以我就说这个要看你战争打到哪里嘛。对啊，这里就是英国首相那个外长啊，对，那个卡麦隆也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对以色列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是他也开始讲这种有条件的话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现在就是2件事情在赛跑了，就是美国是抢在伊朗真的打以色列之前就把纳坦雅胡换掉，还是伊朗真的打进来了，然后让美国没得选择又卷进去打啊？因为我们一般讲这个中东这个巴勒斯坦的战争啊，可以分3个阶段或者说叫3个规模啦啊。最小规模就是点的轰炸嘛，对。所以如果伊朗只是对以色列做点的报复，那这个就还好，大概扔一扔爆炸完就报仇结束了啊。那第二个就是代理人战争，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圣城旅要不要攻进来？那到了第3个才叫伊朗的全面作战。那美国基本上连第2个规模他都不能接受，就是代理人战争，他也他不能接受，他不要再让加沙走廊延到外面去，太麻烦了，太麻烦了。而且他真的是希望，我认为美国心里应该是这样想啦，就是他觉得以色列打哈马斯基本上已经打差不多了，哈马斯大概被消灭应该超过1半了啦，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消灭嘛，你又不知道他在哪里，那结果他就越做越过分嘛，都用了那个人工智能做决策，对不对？结果把人家那个世界中央厨房都给人家打了，对不对？所以越来越多人反弹啊，就是说你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五眼联盟啊，就是以美国为主那几个国家，大概有这样的默契了，就是说拉法那个巴勒斯坦加沙应该是打得差不多了啦，该收了啊。那现在4月嘛，对，
我认为他们最多再忍耐以色列1个月，他就要把这件事情搞定了。那他也认为没什么好打了啦。那要搞定就得要纳塔尼亚胡下来啊。当然是啊，当然是这样啊。那接下来要谈，就可来谈嘛。比如说，那加沙地区谁要驻军？你起码让这个约旦河西岸派人来当总督吧。对。那总督跟你以色列的军队要共处多久？这个可以谈嘛。就后续的就要开始了。对，就可以开始谈，因为美国已经要那个巴勒斯坦的总理下台嘛。对。那巴勒斯坦就配合嘛。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个战场要收啦。乌克兰那个战场还没有要收。那我想问，因为我也看到以色列这边当地有媒体报道，他们的讲法是说，伊朗这边不会自己打，但是会打代理人战争，然后就是您刚刚讲的第二个这个层面的部分。那但是呢，他们也特别提到，以色列现在呢是一直纳塔利亚在放话，你敢打我，我就会直接打你的核设施，就是双方彼此有一种那种在吹牛的感觉，看看谁的牛皮先吹破。好了，核设施他现在又没有核弹，他只有核电厂。浓缩铀嘛，是啦，可是那个基本上还是核电厂。对，那你觉得彼此之间的那个较劲，伊朗这边他如果完全没有动作，或者像他只是发射个飞弹，能够了事吗？会不会影响到他在中东地区这边的一个权威？所以就看你炸多久嘛。要看打多几个点嘛。就数量时间的。当然啦，不然他搬那个火箭弹到叙利亚干什么？上百枚。他从自己家里就可以打得到了，干嘛这样？对，表示他不会只打一个点嘛。OK， 所以看打的有多面有多广。而且我讲白了，那以色列那是吹牛啦，因为如果伊朗的浓缩铀他可以打，他早就打了啦。因为那个基本上都在山谷里面，是那打不到啊。是。所以你看他暗杀了，都是暗杀核科学家嘛。因为他打不到了。坦白讲，如果能打，美国早就打了啦。就伊朗，它基本上是一个高原嘛，对，所以它有很多山谷可以藏啦，你打不到啦。而且伊朗没有那么弱啦，就是美国为什么不对它做地面作战？因为它有筹码嘛，就不止它的地形高，而且他一出来就是赫姆兹海峡。有一说他要把海峡给封了，什么之类的，他各种方式他都讲了。因为那个很窄，而且有弯，这样弯起来的三角形，所以他凿成几条船，这条河就废了。真的哈。他根本不用跟你打嘛。我到时候弄一些障碍物，你就废了嘛。那波湾的石油有1/3从这边出去，是，到时候全世界石油不知道飙到哪里去了。所以他是有筹码的。这个美国也无可奈何，不然不可能从1979到现在都没被打。也是，对不对？多久了？而且伊朗本来没那么强啊，它是越来越强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认为所谓的打伊朗那个都是吹牛啦。现在重点是伊朗会打到哪里了？就像你讲的嘛，就是什叶派的群众们非常不满嘛。对。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舒缓的管道，你起码要打到一些代表性人物啊，不然人家就觉得你这样炸一炸，招差了事啊，之类的啦，那可是我认为美国目前这个阶段，他应该会阻止以色列把这个战局升高了，因为这个打不完。如果两个战争一路这样持续到11月那拜登真的不用选了。因为这个议题跟乌克兰不太一样。因为乌克兰相关的国家还包括欧洲。对。那欧洲会怕俄罗斯嘛？所以欧洲还是有很多国家想要挺乌克兰。所以不是美国单方说了算的力挺的问题。那美国现在就是说不想出那么多钱嘛。就是共和党把那个600亿美元的预算挡下来了嘛，对不对啊？可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乌克兰从别的地方找不到钱了。我认为欧洲应该还是会想办法给他一点钱了。所以乌克兰战争短期内要停不容易。
而且以普京目前的作为哈，普京越来越有信心啊。对。那目前他在连任之后啊，他的胜选演说那个态度，一副就是泽伦斯基可有可无了。反正我就打出自己的军事缓冲区嘛，我管你要不要跟我谈，对不对？你不谈我就继续打。现在态度已经变成这样了。是。那可是，在中东这边，现在也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土耳其他们现在呢，终于老大哥有动作了。过往呢，他在以色列这一边，他就讲是怎么？去年10月的时候，我还记得，因为双方的贸易额近几年真的增加太多了，所以呢，他就讲说，哎呀，没有啦，我们现在还是希望说呢，能够维持双方的这一些比如贸易啊等等其他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站在巴勒斯坦人民这边，我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有建国的权利。好，现在没有了，现在直接说54种商品，特别针对的是包括了铁啦，包括了钢材啊这个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算是他们出口的一个大宗。那土耳其现在呢，它开始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动作了。在中东这个地区，是大家会开始具体起来嘛？因为之前您一直提到他们都不够具体，不够冲。我跟你讲啦，这个因为安理会有做决议嘛，就说斋戒月你不能够攻击嘛，对不对？那斋戒月之后，如果以色列始终都不处理我认为会有人提制裁案。那个时候就不用土耳其你自己做决定了，就让联合国来做决议。那我基本上认为，如果这个时候提制裁案，应该会过，因为美国连安理会的表决都弃权了嘛，那制裁你还有什么好讲的？那制裁并不是立即致命对，那制裁只是对以色列施压，是逼你要和谈，对，撤军等等那以前因为没有安理会的决议做基础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发动制裁，是现在很难讲所以你也不用说那些穆斯林国家都不敢出来这个制裁这个以色列了。事实上，那个马来西亚跟印尼有做了，对，可是那个远在天边是，你讲的就是很实在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周边的穆斯林国家，很多国家跟他是有贸易关系的了，还不少啊，相当多啦，是不是？我跟你讲一个最白的，就是埃及了。埃及事实上它有天然气，它就是卖给以色列那你刚刚说土耳其的钢是卖给以色列，这个并不稀奇那我再讲白了，埃及最大的收入还有旅游业那旅游业难道没有以色列人吗？对不对？那还有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那个以色列也是跟你有默契那只是这次胡塞武装嘛，就伤到你嘛，所以我讲白了，埃及在这里就是最典型的尴尬，因为他是穆斯林，对啊，他一定要表态支持巴勒斯坦，可是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利益就非常多，可是如果把这个决策权交到联合国，变成安理会做制裁的决策那所有的国家就跟进了。就不需要尴尬了，就不需要尴尬，也不用再犹豫了。对对对，就是本来举棋难定。对，可是我觉得美国不一定会去阻止了，因为美国可能会说，你看你被制裁了吧？那也许以色列内部反而多了一个理由来叫纳坦雅胡下台。借力使力就是了。对，然后假设以色列换了一个人来当总理嘛，那他可能就愿意跟哈马斯来和谈那制裁就可以取消了。所以这个有条件的制裁。所以这个是一种，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压力来，他的政策怎么会改变呢？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啦。就也许对拜登来说，这个可能是一条出路。我认为，所以人家说要看美国，就这意思嘛。比如说巴勒斯坦现在要申请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那未来安理会会有人提制裁案，那你美国怎么表态？就看你的票怎么投。这两个就蛮关键的。我认为巴勒斯坦成为正式会员，美国会很尴尬，因为美国已经说他支持两国方案了。是那到时候你要开始瞎掰了，说这个以色列没有同意我不便支持啦。我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支持两国方案。那到时候你就看到他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我认为美国
因为这个战争啊，深深得罪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那穆斯林国家有47个嘛，因为最近有一个民调，是新加坡的一个智库做的，叫 Iraq 啊，那个是很有名的智库了啊，他就发现中国从2023到2024啊，如果要求你在中美之间做表态了啊，那去年东南亚10个国家支持中国的只有38.9%，那结果今年变成50.5%。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印尼跟马来西亚2个穆斯林国家。对，还有文莱哦，也是穆斯林啊，他们对中国的支持度突然之间飙到70%以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战争让他们对美国有多失望。所以在这个当下啦，就是会怎么发展，其实还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一切还是取决于因为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嘛。那你要出兵，你看到他们已经在做准备了，但是真的打起来会是什么局面？就像刚亮哥讲的，你还得他真的有动作之后，你才能够后续的再去解析，他到时到底会怎么拆弹，那这个剧情会怎么样走下去？当然还是希望啦，战争尽快结束。好，那我们刚刚也讲了哈，说这件事情呢是这个星期之后要好好的来观察。另一件事情呢，则是现在4月9号，那目前呢是这个美国跟日本4月10号会首领先见面，然后美日菲三方呢是11号会见面，等于晚一天啦。那美日先谈，在美日菲，菲律宾加进来，这一次大家都知道跟南海议题有关系。那突然之间呢，就有一个讯号出来了，苏立文讲的是这个就是要加强南海的巡逻啊，等等等，大概就是那样，你知道的。但是，突然之间听到了菲律宾这边杜特地讲说，没有啊，其实我在当总统任内，我跟中方这边有个密约，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岛礁的这个部分，本来我们就已经先讲好了，我们是不送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啦，建筑的材料啦，或是修补的材料，我们不送那一些东西上去的，我们只送物资上去。突然之间他爆出这个东西之后，菲律宾防长说这个不要讲。不要讨论，禁止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因为小马可是即将就要到那边了。那这样讲起来会很尴尬。当然，他们国内有2种情绪，因为一种情绪就是什么，就是也看到他们有人出来示威，然后把习近平的照片踩在脚下，也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但另一个层面，也有人开始在讲说，我们真的有签约哦，那君子签约你就应该照着约走啊，我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出尔反尔？在菲律宾国内开始有不同的情绪在酝酿，美日菲这一局，请教亮哥怎么看？因为美日菲，美国想要把仁爱礁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对象，对，那这样就会很严重哦。就是未来仁爱礁的冲突，是不是会都算他的？会不会扯动美国必须介入？协助菲律宾做防卫啊？那这个中国大陆当然是100%反对了啊，而且可能会故意你要这样干，是不是？那我就直接把仁爱礁给吞了，把破船拉走，我看你美国人怎样。可小马可是之前好几次也说这个跟那个美菲共同防御没有关系。可是美国讲了，说他要把共同防御条约的具体的针对的对象，包括仁爱礁，这个就跟美日一样，它包括钓鱼岛嘛。是。所以就是类似的做法啦，那坦白讲，菲律宾本来就没有能力占领仁爱礁啦。那当初因为它有大概一个连的，可能不到一个连呐，大概20个人左右在那边嘛，所以他要补给食物啊、水啊，要轮调啊，所以。在这个部分，他就需要中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中国大陆，你如果运建材，他就挡你嘛。可是如果是食物跟水，他就让你去嘛。目前的状况就这样啊。是。那他可能想把这个东西白纸化了。就是写成白纸黑字啊。那不然本来就只是一个政治默契啊。像杜特地他说有密约这种东西是应该杜特地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有可能杜特地那个时候承诺了啦，当然有可能，可是有没有一个白纸黑字，我存疑啦。因为如果真的有，那中国大陆应该早就秀出来了。
就是你不能运建材啊。我们讲好了。但像美日之间，当然加上菲律宾现在在南海这一块嘛，美日之间现在呢，则是在它一个比较全方位性的，那比较有像一种日本开始好像有点，有人说是军国主义复辟，但是呢，应该讲说它开始又蠢蠢欲动起来了，包括了 AUKUS， 他讲说，我们可以技术一起合作，然后呢，包括说呢，在经济上面我们也可以一起合作，然后呢，在这个防御上面，我们要把防御的层级再提升，本来是3星，我们现在升到4星，各个层面，滨海部队等等，在美日这一局，你怎么样来看他们2个人正式会面之后？我刚刚讲这些，基本上大家都说是应该会签订下来的，你觉得预期后面会怎么发展？会签啦，可是那个级别意义都不大啦，因为实际上的动作可能本来就在做了啦。现在应该比较大的是日本会不会参加 AUKUS 啦？那日本说要成立第2支柱嘛？对啊 ，AUKUS 因为澳大利亚对美国又要把日本拉进 AUKUS 有不同意见嘛？他说当初这个 AUKUS 就只是针对我澳大利亚要不要发展核动力潜艇。那怎么会跟日本有关呢？所以他不太高兴所以美国才发明了另外一个名词叫第2支柱嘛。那这个第2支柱就是要让日本成为技术研发的团队了。是那未来很可能美国跟日本就要共同研发武器。那目前传出有8个领域嘛。对那为什么需要把日本的地位做这样的提升？因为美国法律有规定，他的军备如果要在海外维修，那个当事国必须要跟美国有这样的关系。伙伴关系吗？不止这个关系，必须要有军备上的真正的合作关系。军备上真正的同盟。比如说美国可以在英国做军备的维修，这没有问题。因为英国早就跟美国联合研制武器了嘛。是。可是日本不是这样的国家。对。日本只有共同防御条约。是。那武器了不起就是跟美国买武器。对。只有军售关系，并没有共同研发关系所以美国的军备是不能够让日本这样的国家来做维修的。因为你还不够格啊，所以这次就不得不把你拉上来，让你跟美国变成是共同研发军备的伙伴。那美国就可以把军备交给你研发了，交给你维修了美国这样的法律的当初制定的原因，其实也蛮简单的啦，它要防止技术外泄。因为其实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以他们跟加拿大、跟英国早就有这种关系了。可是没有跟日本有这种关系。现在他要跟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了。没有拉到同一个层级。应该是说美国没有办法不让日本来维修，因为他的造船厂没有这个能量。是。所以他不得不要放在亚洲嘛，而且从美国船开过来那多远啊？所以你也要省这个运费嘛。所以这个是现实的压力啦。是。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必须要在法律上解套。所以美国就决定，那就把日本拉进来吧，让他成为共同研发武器的伙伴所以这个当然就是美日安保的升级嘛。对。因为以前没有具体到这个程度大家现在还要再设什么滨海部队啊等等。那个事实上早就在运作了。只是没有形成条文这样而已了。早就在运作，但这一切就是一切就绪，然后开始慢慢的条文化、制度化，然后一切上轨，跟他的盟友之间也把细节全部都白纸黑字的写好。对。那如怎么样看接下来？因为像日本，它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日本它现在的状况是，因为它已经出发去了，然后这次也要在参众两边都要讲话嘛。那当然，中方这边一直跟他讲说，你要谨言慎行啊。比如说不小心他们的这个自卫队发文发错了，发的一个大东亚战争，那就搞得就很敏感嘛，大家就讲说你现在是不是你之前那个军国主义又回来？特别现在美国又赋予了他很多不同的任务，他现在也开始在南海这一边，甚至到大洋洲这一边，好像他都有一种这个在这一条线上面，从第一岛链到下头，全部都要让日本一起来帮忙。然后呢，投资方面，比如说啦。
基建，请你来帮忙。比如说呢，在双方的基础建设，您刚刚特别提到，然后还有什么军事方面，还有呢运算，就是 AI 领域、半导体领域，现在也要一起来加入。抓得很紧，你怎么样来看这个？我哥加入之后，日本有多大的主导权啊？这个坦白讲要看条文的细节啦。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不愿意让日本共享作战的决策权。对，所以日本基本上还是一个战败国嘛。那个战争的主导权全部都在美国手里啊。那有关作战计划、作战决策，都不是日本人决定的，所以日本对这个事情就感到很憋屈啦，那最近他就又问美国啊，说，那如果武器要共同研发，那以后作战权是不是可以共享啊？美国斩钉截铁跟他说 no。那美国后来就跟他讲说，后期呢，我们会让你参与决策。谢谢。我跟你讲，感觉你只能说谢谢。我跟你讲啊，日本这样已经比韩国好了啦。韩国连讲话都站在韩国是完全不能参与。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你说韩国根本就是美军的殖民地，也是没有差太远啦。就是有关战争权啊，谁叫你韩战李承晚打成那个样子？根本就美国进来救你的嘛，不然你早就没了。所以就变成这种有所那个卑微的相互关系啦。那日本，我觉得美国因为国力不够了嘛，所以不管是造船厂的维修啦，或者是说有一些战争要放给第一岛链的伙伴啊，事实上。这个第一岛链的伙伴广义也包括台湾那日本为主嘛，所以他在放老虎出笼啊，没有错啊，那可是呢，日本现在才发现那个链子还绑着，但他拉得很近啊，那个绳子很长，现在就是你感觉就是放虎出笼，然后绳子越来越长，可是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那条绳子，你觉得他还是在牵制他？不，他还是。很多事情老大哥没说话，不啦，因为我跟你讲，美国最防的两个国家就德国跟日本嘛，因为当年他就是跟这两个国家打仗啊，那知道这两个国家的实力啦，虽然不一定能够打过你美国啦那可是一定是你最大的盟友啦，所以美国的军事基地，大概有一半就放在这两个国家，对。欧洲跟亚洲的部分，没有，就德国跟日本，德国跟日本加起来的基地可能超过200个，日本据我了解大概有110个，那德国有最大的美军嘛，是36000人，是那德国并没有战争的威胁，你为什么要放着？他不信任你嘛，简单讲是这样嘛，所以梅克尔的手机为什么会被监听嘛？因为你德国并没有独立的军情机关嘛，所以这跟日本是有点像的啦，就是说他再怎么拉拔你那有关军情的主导权还是在美国手里有关军情的主导权还在美国手里，换句话说，是我让你可以这样做，我没有让你这样做，你就不能这样做。我跟你分享情报了，可是。你的情报必须全部都给我了，那可是我的情报不一定有全部给你了。我的是我的，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对，那他会分享部分给你了。就好像我们的乐山基地一样嘛。对，乐山基地你帮美国人盖嘛，那情报是直接连到印太司令部嘛。是，但问题是很多东西我们不能知道他看完再给你，再决定哪一些可以给你。对，还不一定你全部都知道。对。但是那是在台湾的土地上，日本也是这样。这就是美方现在呢，在这个整个亚太区，它是有一个它自己的围边形塑啦。因为之前大家讲说呢，美国人他们自己觉得现在要开始除了拉，比如四方之外，他要开始拉各种的不同的组合。那这个组合要怎么样运用，就端看那个时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即便
很明显的在围堵中国，可是跟中国还是得要斗而不破。来，我们必须要来讲一下，在中国呢，在这个星期啊，他们说北京这边交通不太好，原因是因为有6个各国的政要啊，同时都在中国这一边。那这里头呢，包括了泰国的公主啦，当然其中也包含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然后呢，传出几个星期之后，很有可能布林肯即将就要来了。您怎么样来看在这当中？因为呢，拉夫罗夫也在北京啊。对，拉夫罗夫也在北京。对，然后也见到了习近平哦，他见到了习近平，然后也强调说双方的关系会很好。那再一次预计，普京即将要来。那时间点很有可能就是5月啦，大家都这样在讲啦。可是因为在此之前，习近平会先去一趟欧洲，但习近平去欧洲不会去德国，可是肖兹现在紧接着这个礼拜就要来，所以在这个整个布局上，你怎么样来看中方他现在的布局？因为美国感觉他就是持续的在运作这边的盟友嘛，英国的盟友叫来，日本的盟友叫来，菲律宾的盟友叫来，可是习近平他感觉比较多元一点点，他的范畴守备范围好像布局布得更广，你怎么样来看？其实都还是跟美国有关啦。比如说中俄高峰会，讲白了啦，中俄同盟就是为了对抗美日同盟嘛，因为日本也是俄罗斯的威胁啊。对，那中俄这一次见面，恐怕就是军事的合作就上不封顶了啦，直接上不封顶。我认为会是这样，因为普京这个任期到2030嘛，对，他大概就是一面倒向中国了啦，他没有得选啊，因为美国并没有要结束俄乌战争嘛，是，而且欧洲现在跟你关系也这么敏感，对不对？对那至于这个德国总理来，就摆明了他不听美国的话嘛，所以就意味着中国大陆还是在这个希望欧洲能够更独立自主嘛，而且肖兹也故意啊，也相当故意啊，比如肖兹来就故意先登录抖音呢，表示我也开始玩抖音啊，然后带了12家德国最大的企业去中国啊，就说你美国那边讲半天什么产能过剩啊，什么他都不听啊。就叶伦刚走，他马上带了一大堆人来，对，他根本就听不下去啊。那普拉博沃，这是东南亚，是。那当然也包括越南的外长，还有越南的国会主席嘛。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在做这个，就是你菲律宾在跟美国那边抱怨嘛。南海议题嘛，那我就找2个在东南亚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泰国、越南，分量都不是印尼跟越南，印尼、越南，他们分量都比你重。对，分量都比你重啊。那越南外长还直接跟王毅讲，说他们希望尽速通过南海行为准则，那不直接打你脸吗？那印尼普拉博沃本来美国是支持的啊，结果他当选的首访目标是中国，这个我认为也是有点，就是他不会放弃跟中国的关系啦，而且又再次讲到什么“一带一路”啦，那中印尼是命运共同体啦，这一类的话，这个就已经是3个方向了嘛，中俄、中德，然后中印尼、中越南啊，那接下来当然就包括习近平要去法国嘛。对，那今年是中法的文化旅游年，是本来就是正在度蜜月啦，而且你要知道，7月26巴黎要举行奥运嘛，他们其实现在也很需要中国的帮忙。对，所以坦白讲，法国是最不希望俄乌战争再打下去了，所以法国在这个议题上跟中国有强大的共识，那我觉得法国大概也知道了，没有中国进来斡旋，那谁也说不动俄罗斯啊。所以我认为有机会在5月之后啊，法国跟中国，可能会变成斡旋俄乌战争的主要的力量。借由这一次，因为有一个事件正在发生，所以呢，他有可能直接因为他个人利益的关系，他直接愿意把手撩了，因为他要办奥运啊，对，他不得不，当然不得不啊，不然万一奥运都是恐攻，你怎么办啊？现在巴黎市上有恐攻啊，是，
已经发生了。对，所以你说广义嘛，你说中国，坦白讲，中国就是你看出它跟很多国家关系都不错啦。所以美国，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围堵中国，那功力差得远了。而且你不要忘记了，还有一个中日韩高峰会。可是这个一直压着。我认为岸田回来之从去年后，底压到现在，岸田回来之后还是会开啦。还是会开。因为他们那会在岸田选举之前吗？因为现在韩国正在选嘛。岸田那个也不叫选举啦，岸田那个是他9月看看党内要不要改组啊。对啊。那如果党内有政变，你就被换掉了。是啊。是啊。所以，因为日本跟韩国的企业界啊，因为今年经济不好嘛，所以他们也想做中国的生意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想要围堵中国，事实上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成功的啦。我除了半导体之外啦，你说什么要跟中国降低依赖啦，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事实上大部分的国家还是跟中国在持续做生意啊。投资设厂也没有断裂啦，没有。对。大概有一些厂走掉了啦。可是我们用日本做例子吧，日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有14000家，那就算你走掉2000家，好不好？其他的还在啊，是啊。是。那像韩国，您刚刚特别提到了说，它现在呢也有可能这个中日韩。那可是其实，在日本跟韩国之间，他们还有一个比较尴尬，就是包括北韩，因为日本现在呢也被美国说拜登同意，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北韩这边跟他们来谈一谈，来做访问。然后岸田呢，他在出发前往这个美国之前，他特别讲了他讲说现在呢是重要的历史际遇这样的发展转折的时刻。那其实，在地区上头，确实现在这个地区上，就像刚亮哥讲的，它各种事件正在发生，然后有很多变动的因子，每天都不一样，那个远近距离不一样，包括了俄罗斯。那俄罗斯现在也传出他们有可能跟朝鲜这边有更多紧密的联合嘛？您怎么样来看说，在东北亚这一块，目前的状况会是什么？我觉得韩国不可能参与反中的阵营啊。不会去，不可能啊！因为现在也传说 AUKUS 要叫他们，你觉得他不会去？不可能啊！因为韩国未来的朝鲜半岛的问题，你没有中国协助，你怎么弄啊？这个很现实啊，这跟日本是不一样的啦。因为日本本来就跟中国关系有点尴尬嘛，历史因素，因为抗战嘛，韩国不是这问题啊，韩国你国家有内战那中国当然是帮了北韩那边没有错可是你想统一，或者是想要和平谈判，让北韩不要轻举妄动，这个没有中国帮你拉住，你怎么可能拉得住？所以我认为韩国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跟中国作对了，所以美国这个就是想得太幼稚了，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核心利益了，日本的核心利益跟美国是比较接近的，对。因为它的周边国家跟它的矛盾都很深嘛，那中国特别深，那北韩、俄罗斯，坦白讲，日本都处理得非常不好嘛，所以他不得不靠向美国嘛，可是南韩并不是这样啊，韩国其实这个除了这个北朝鲜就北韩的问题之外，他不一定要得罪中国跟俄罗斯啊。他不一定要这样做啊，他事实上是他的国力也比较弱，对，那你周边那么多大国，那你要跟人家拉一边来做对抗，结果你在最前线，这对你怎么会有利呢？你事实上前面就是中国跟俄罗斯，那还有一个北韩呢，包夹，不对啊，整个把你包起来啊，你要真的这样对抗，你怎么活啊？那是很不现实的啦。所以韩国反中的情绪当然有，对，可是一直没有成为国家的战略的主流的政策啦，没有，大概是这样。它的主要的外交设防的对象基本上还是北韩
还是朝鲜。那现在其实尹锡悦他，因为他们自己国会正在改组嘛，哦，那比较特别的是，我在看到那个照片，我觉得有点好笑，因为所有的人上街都带一把葱，那赶的是有点尴尬了啊，因为他连葱价是多少都搞不清楚，所以搞了一批民怨。那如果这一次选下去，很有可能变掰卡总统，后续他可能更难做。我跟你讲啊，韩国的总统没有跛脚不跛脚的啦，本来都是少数，因为他只有一任啊。韩国总统的行政权是很大的了，超过台湾了。那他现在国会就没有过半啊。是啊。哪有跛脚？他现在在国会的席次300席，他大概只有109席啊，而不是一样在当总统。这个在台湾哪有可能？你预算都不会过啊，你很多行动都会卡到啊，所以他的处境比赖清德要好多了啦。你直接说他处境比赖清德好？当然呢，是哦，就他的国会也没过半，是，可是他有很多权利啦，他有很多权利。对啊，医改他还是一样嘛，医改还让他的民调再回来一点点嘞，所以只是他现在又不行了。我不认为对他有问题，问题他也不能连任嘛，所以他无所谓啦。那如果说比赖清德好多，那我们来说说赖清德吧。现在呢，这美日峰会，同时这个马习有可能2会啊，其实就在下午的时候正在发生，正在进行。您怎么样来看？就是这一个可能对赖清德所造成的影响，不管说什么，基本上他们一定都有话要讲啦。但是马习2会，你对他本身会有期待吗？这不是期待啦，是台湾要怎么回应。其实大家在观察的是。习近平会不会说出和平统一了？那他讲和平统一不是对你讲的了，他当然知道民进党反对啊，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他是要表示他对台湾开始做触统，这个就好比他跟拜登讲说，你要把不支持台独落到实处嘛，那要么你不要武装台湾，要么你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对不对？那难道中国认为他这2点美国会回应他吗？美国没有回应嘛，对不对？可是中国大陆就一直讲，那就会有别的国家听到嘛。所以他现在跟别的国家互动的时候，都要求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写进去，双边声明。那我就一直讲这个调子啊，讲到你美国要不要回应我为止啊。我认为他现在对。在马英九那个平台上讲的话，也会有类似的战略的考虑了。就是说我现在就开始提出和平统一。假设他有讲嘛，6月有没有国共论坛？你朱立伦要不要去福建？你现在其实他们党内也各种不同的声音都有。是啊，可是不管怎样，你国民党总要有人去福建吧？是。国共论坛你还在嘛？那你国共论坛你不管谁去了，如果是 No.2。那他可能就王沪宁去嘛，照样跟你讲和平统一，我就一直讲，不管你怎么回应我，对，然后相对民进党不理他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对民进党开始做各种制裁啊，比如说贸易壁垒的第2波的调查啊，然后金门海域各种外岛的海域线他开始没收啊，那就让台湾老百姓自己想清楚啊，你觉得和平统一比较好？还是像民进党这样比较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对一个大国来讲，他就玩自己的 game 了啦，他不是站在你角度想的啦，就是你们根本不敢谈这个问题嘛。那我自己来设定议程，agenda setting 我自己来做。我就直接跟你讲说，你们要不要来谈和平统一啊？那你如果不谈，像民进党这样，那你就要承担后果嘛。就是这样。就是你不敢谈，但是他的一直讲久了，就是逼你必须要来跟他做回应。对，你如果不谈，就两岸就走不动嘛，就卡在那儿。当然是啊。某些层面好像是跟他现在确实跟对美国是有点像，他现在不太管美国说什么，他就讲他的。我跟你讲啊，一个大国到了一定程度，就是走自己的 agenda 了。议程啊，他哪管你啊？比如说我们讲普京跟乌克兰啊，普京一开始设定的是一个有限的战争嘛，对，所以他没有去斩首泽伦斯基嘛，因为他认为泽伦斯基好歹是民选的，
那到时候要谈和，还是他要来谈啊？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普京不管了？因为他觉得有没有泽连斯基都一样啊，我就是要建立我的军事缓冲区。你不要跟我谈那你家的事啊，我继续打，我就继续打哈尔科夫啊，德涅伯河以东我就一直打啊。那奥德萨你要打我的黑海舰队，我也要建立军事缓冲区啊，我就照打啊。那你要不要跟我谈？那你家的事啊，你懂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觉得我就是要这样子。你没有路嘛，因为你小嘛。也是。我认为中国大陆对台湾大概也走到这个点上了，就说你不要跟我谈，是不是？那反正我对外都这样讲。那我就去跟全世界讲，说我们愿意跟台湾谈和平统一。那希望各国支持我。就是这样。所以呢，未来双边如果有声明，你认为你需要中国，那你就在你的声明里面加一句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甚至有些国家根本就直接讲了啦，说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啦之类的啦。那至于台湾也一样啊，就是你民进党不理我，是不是？那不理我，我就还是继续做啊。那你不理我，你就该付出代价嘛。那就让台湾的选民一届一届选下去嘛。然后2028再选选看嘛，看你这样会不会继续有40%嘛？你懂我意思？一直逼到国民党跟柯文哲决定要回应他的议题为止。就是你要怎么回应和平统一嘛，就是这样啊。可是那像这一次马英九，很多人的质疑是说，他觉得他在这个时间点上不是那么聪明，那怎么这么刚好又是跟美日峰会同一天？你觉得这当中会有任何的挂钩，或者是这个我认为是无关的啦。这个都是自由时报，他说是什么政战学院的什么什么人讲，前院长，前院长，这个人如果修我的国际政治就是0分了。我跟你讲，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两岸关系啦，两岸关系怎么会跟美日峰会有关呢？他真的要对抗美日峰会是中俄峰会啦，你不要搞错了啦，这个你台湾哪有这个分量去对抗美日峰会啦？那个国与国之间，那个对他来讲是自己家的事，那不一样的一个。不止这样啊，而且国力不成比例嘛。你台湾美日峰会并没有说要把台湾拉进去啊，没有啊，叫我们坐旁边都没有。是啊，所以他真的要对抗升级版的美日同盟，他靠的是中俄峰会啦。所以北京这个怎么会有人这样思考？我觉得这种思考就是以为你台湾是亚洲的中心，是不是？你真的太幼稚了啦！亚洲有多少大国在玩政治啊？你以为人家会 care 你台湾啊？你是不是太往脸上贴金啊？亚洲的国际政治的游戏是谁在玩的？是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在玩的嘛？连韩国都沾不上边啊，何况是你台湾？更不要讲菲律宾了啦。就真正的就是中俄嘛，所以真正要看的是拉夫罗夫去北京，怎么会是马英九呢？这简直是胡扯一通嘛！这个。拉夫罗夫这里在北京，其实跟王毅聊得蛮开心的哈，双方在讲说老朋友啊，你的总统会再来我这边啊，其实他们两个也很好啊之类，就讲这一些基本上就是互相其实已经是互通有无，然后到一个境界这样子的一个话。那当然呢，他们也说到今年会有多次的会面，因为今年包括了上合会刚刚好中国轮值，然后金砖刚刚好俄罗斯轮值，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就他们两个在现在又刚好是这个时局之下，金巴。会不会开始一连串的？主要是俄罗斯一面倒向中国了。中国不可能太密了因为叶伦不是提出警告吗？对，临走之前呛一句。是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大概隐隐约约就意味着，你如果在支持俄罗斯的军工即使你是间接的，那我可能会发动刺激制裁。他真的会做吗？我认为会。我觉得美国对乌克兰战争不会手软因为对手是俄罗斯了，这跟哈马斯不一样。哈马斯美国根本没看在眼里，量级不同。对，那因为坦白说了，中国企业很多就是跟俄罗斯做生意嘛。对啊。那俄罗斯再卖给他们的军工企业嘛。是啊。
所以中国企业并不知道啊，可是美国不管了啦，因为美国就发现他们继续拿到零组件啊、半导体啊等等啊，那很多都 made in China， 也有 made in Taiwan 的，所以我跟你讲，他这个刺激制裁大概是要打下去了。那你也不要以为台湾不会被连累，也会，因为台湾也被发现有一些马达啊，使用在俄罗斯的军工产业啊。可是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啊，可是美国不管的啦。所以接下来这一句，你觉得他讲不是讲假的？我认为叶伦从头到尾就只有这句是真的了，其他都是虚的啦。那过剩产能过谁理你啊？大家说经济学家怎么会这样讲嘞？对，好，那但这一句可能是真的。啊，到底之后整个局势会怎么样的发展？我们每个星期的全球大量化呢，要再次跟大家来讲一下哈。我们会换到每个星期四的下午1点钟，会延后30分钟。那整点呢，跟大家来讲，其实呢会更好记之外，你可以直接再接着看我们的这个新闻大白话，好不好？就完全的临缝接轨了。每个星期来听亮哥讲一下国际事，而同时也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这个布丁啊，哎呀，台南的银波日式布丁，你看这个硬布丁非常非常的硬，而且能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焦糖其实是很浓郁，然后都会流出来，然后你也看到它不太会动的原因是因为料很扎实，原物料呢是一般布丁的2倍，不会端端。不会端一端，但是吃起来更紧实，而且呢，亮哥说加一把，你就知道说它有多么厉害。来，再次跟大家讲推荐2盒组以上好吗？真的有点饱足。2盒组以上才会比现场的便宜，比现场买的还要来的便宜，哪里找？欢迎大家在聊天室直接蓝色栏目点下去，那个连结点进去之后，一定要输入30GO 30购就可以再折30块钱。今天再一次要谢谢亮哥来到我们全球大量化，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拜拜。